这个玉玺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是。红线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爹，我收到军令，说你要离开江都。我要杀李渊一个措手不及。什么？李渊？他以为我打下江都会在这儿享福的，可我偏偏要闪电出击，直杀太原。爹，我们不能离开江都。红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又来捣乱？开始你不让我来江都，现在我要离开江都，你又不让我走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没有打江都，我们兵强马壮，打哪儿都没问题。可是现在我们经过江都这一仗，元气大伤，必须留在江都好好休息啊！咱们这仗一打，江南全都归顺，应该趁胜追击。你根本就是有勇无谋，匹夫之勇。爹，我们不能兵反中原。逐鹿中原，不到中原怎么着陆啊？爹，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。可现在军威正盛，一鼓作气，不能泄气。对，宇文化及杀了皇上之后，不敢引兵北上，就躲在江都，结果败亡。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。说得好，全军听令，迅速撤离江都。爹，红线，你就在这儿等着，等我的军队到了太原城下，李渊就会吓昏的。大王，公主怎么没有随军？哼，我这闺女啊，就是喜欢独来独往，神出鬼没，不要理她。到了该出现的时候，她就会出现的。这，这。怎么回事？红线，爹，红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知道，你们一旦中伏，只有水路可以逃，所以我来了。我们低估了李家军呐！这些李家军从哪冒出来？从太原赶到这儿，最少要7、8天的路程，他们怎么可能在这儿埋伏？李家边大军根本就没有来，只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带了一支精锐铁骑兵赶到这儿来埋伏。他们不休不眠，人不下马，7、8天的路程，2天就赶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李世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李世民、李建成，英雄出少年呐！他们人并不多，只是出其不意，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，就像淝水之战。难道是天亡我也吗？爹，根本不是天亡你，而是你们麻痹大意，自取灭亡而已。红线，大王心里也难过，
你就少说2句吧。红线，爹刚愎自用，狂妄自大，才有今日之败。大王，我们可以东山再起。这世上只要还有李世民、李建成在，我们就永远没有希望啊！大王，我从没见你这么英雄气短过。只要你还在，咱们永远有希望。红线，你看天行这个人怎么样？忠心耿耿。我打算让你嫁给他，你同意吗？大王，红线，我就等你一句话。我愿意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我的女儿。爹本来想为你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，可现在不行了，你们就在这儿拜堂吧。大王，现在不是办喜事的时候吧？我只有这一件事情求你们了。我窦建德现在已经是无牵无挂了。大王，你想干什么？岸上现在有10万大军是我的兄弟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。大王，我陪你去。你现在已经拜过堂了，唯一的责任就是好好的活着，照顾好你的妻子。红姐，你快劝劝大王啊！爹，你去吧。红线，你怎么叫大王送死呢？窦建德，自有窦建德的死法。知父莫若女啊！那我们呢？我们自有我们的活法。不，好，我这一拜也拜得痛快。你们赶快走，快！一个窦建德，李世民有礼。你就是李世民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不会劝大王投降的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侮辱了大王。没想到李世民也是我的知音。
哼！士民，把他的人头割下来，我们回去请功去。市民，市民！流尽了多少男儿血，这大唐江山总算打下来了。李渊要当皇上，真没想到这么快。这下好了，你我的苦心没有白费。你以为天下就太平了？这强敌可都扫尽了，太平还不是万万年吗？哼，大唐江山可不太平哦。你又故弄玄虚，大唐怎么不太平呢？我问你，太子立了吗？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皇后已经说了，这太子非李世民莫属。哎，这就是大唐不太平的根源呢。自古以来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，如果李建成不做太子的话，可就事儿多了。这大唐江山一半都是李世民打的，他的功劳最大。这太子当然是要他来当。孔孟之道千古经律，如果李渊要违背祖训的话，那恐怕会惹来更大的风波呀。你放心，如果要真的争起来，李建成不是李世民的对手。你错了，要争起来啊，李世民才不是李建成的对手呢。论功绩，论人品，李世民都胜过李建成。论城府，论心机，李世民就不行了。做太子要以德服人，朝堂之上不讲德，讲的是术。可是邪不能胜正，搞权术也能服人。啊，隋朝就是个好例子。有德的太子杨勇就是死在有术的杨广手里头。隋朝之败，起因就在于太子之争啊。老魏啊，如果建成和世民真的争做太子，你会支持谁？快说呀，这还用考虑？谁做太子，对大唐江山有利，我就支持谁。叩见皇上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谢皇上。皇上有什么事不能在寝宫说，非要跑到这儿来说呀？这就是太极殿，啊，太子加冕的大典呢，就在这儿举行。啊，皇上对册封太子的事，心里还没数啊？哎，难呐，这比打仗都难呐。皇上如果是想问臣妾的意思，朕知道皇后肯定是偏向世民，对不对啊？经过这么多的大小战役，你不觉得世民更像一个英明的君王吗？可是大臣们都纷纷上书，要求立建成啊。建成是嫡长子嘛，立建成为太子，也合乎祖训啊。可是都是咱们的儿子，你这让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办，谁能使我们的大唐生生不息，就立谁为太子。当然，世民是比较有魄力的，那就立世民。可是，别可是不可是的了，当断则断，当立则立。可是，大臣们都要求立建成啊。这是咱们的家事，
关大臣什么事啊？哎，皇后这话说的就，太子要继位，要当皇帝，这是全天下的事情，怎么能说是咱们家的事呢？照你这么说，那还真的非要选世民不成了。这世民比建成更得人心呐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没错，话是这么说呀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可是我怎么面对建成呢？对呀，建成在太原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对他说，等打下了江山，就让他做太子。可现在江山真的打下来了，可是太子又不让他做了，你说这……唉，他肯定难受死了。哎呀，是啊，他可不像世民那么豁达。上次为了公主，他就争得死去活来的。这次如果不让他当太子啊，我看呐，他非得疯了不可。哎，这孩子啊，从小就什么都要第一，就连这太子之位，他都认为理所当然是他的。阿妹啊，要不咱们就让他当太子？你的意思？哎，世民反正是老二，他也从来没想过要当太子啊。不行，这可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。太子之位不是一块糖啊，那个儿子哭了就给他，你自己说的，这可关系着大唐的万年江山呐，谁胜任给谁呀？可是，别可是可是的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阿妹啊，太子就是李世民。殿下，昨天晚上皇后娘娘逼着皇上一定要立二公子为太子。皇上怎么说？皇上很为难，皇上是有意立你为太子，可是奴才看皇后娘娘这架势，恐怕皇上还是会听娘娘的。谢谢公公。殿下要早做安排，奴才告退。大哥，世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心里烦，想找大哥聊聊。什么事？还不是为了公主的事情。公主？公主她现在了无音讯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大哥，难道你不着急吗？世民啊，你这话说的就有些欠妥了吧？啊，对，现在已经没有大隋了，也不能叫公主了，就叫她若曦吧。我指的不是这意思。和若曦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你怎么提都不提他？你说蓉儿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蓉儿是父皇许配给你的，你为什么如今只想着若曦，当蓉儿不存在呢？一样了，我说若曦也包括蓉儿了。世民，蓉儿对你是一片真心的。哎呀，别提她了，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。你想他们两个女孩子去找宇文成都报仇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是啊，若曦一心要为父报仇，他会找到天涯海角的。但清华郡我都去过了，宇文成都不在他舅舅那儿。这茫茫人海，我到哪儿去找啊？是啊，找不到宇文成都，若曦他是不会回来的。所以我才着急啊。大哥，你也不希望等找到若曦以后，他已经满头白发了吧？不过只有一种情况，我看他会回来。什么情况？就是拿到宇文成都的人头。这我也早想过了，可他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我们到哪儿去找啊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派出密探去寻找，铺开了天罗地网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大哥，你早就想到了。我也想若曦早点回来。好，
我也派人去找。真好看呐！哇，这么多钱呐！太子到底封你做了什么官啊？啊，太子洗马。什么？给太子洗马？什么呀？太子洗马是官名儿，不是给太子的马洗澡。你去跟皇上说说，给你换个官做做。啊？哎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啊，你以为皇上封官跟菜市场买菜似的？你不喜欢就换一个呀？不是啊，这官名多难听啊！什么给太子洗马，我讲出去会给邻居笑掉大牙的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太子洗马呢，就是专门辅佐太子的官。皇上正是因为知道太子地位非常重要，才让我做这个官，让我在太子的身边，知道吗？哦，可是这太子都没选出来，你辅佐谁啊？说的也是啊，从皇上登基以来，这太子之位一直是空着。哼，看来皇上也是举棋不定啊。哎，跟皇上说说，选我表哥。你表哥？是啊。李世民啊。哎，李世民这么好，不选他选谁呀？啊，李太子啊，就是立社稷的顶梁柱。立得好呢，天下就定；立不好，天下则乱。哎，那你一定要跟皇上说，要立表哥，表哥最好了。哎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李世民哪里好啊？表哥当然好了，你想想，表哥要是当上了太子，我们在朝里就有一座大靠山了，到时候谁敢惹我们呢？我的姑奶奶呀，现在就没有人敢惹你。哼！哎，皇上驾到！哎，这3更半夜了，皇上来做什么啊？那还用说，准是为了立太子的事而来的。哎，记得跟皇上说，一定要立表哥为太子，顺便封我一个洗牛的吧。什么洗牛的呀？你洗马，我洗牛，我们俩是绝配。绝配哟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么快就来了？大哥约我，我能迟到吗？这匾可做得真漂亮。是漂亮，可是漂亮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这个匾能挂在家里，就算再丑也值得。我听说这匾要挂在二哥家里。你也知道？娘身边的宫女跟我说的。元吉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世民当了太子，你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大哥，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忘了，当日你修晋阳宫，粮草被烧，世民是怎么对你的？忘不了，忘不了。他的脾气就是六亲不认。如果他有一天当了皇帝，掌握了生死大权，你的脑袋就要搬家了。可我又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我能当上太子，就凭我们兄弟俩的感情，你说我会怎么对你？大哥，我也想让你当太子，可是娘的意思是……娘的意思是娘的意思，爹的意思呢？嗨，爹还不是听娘的吗？我看未必。要不爹为什么深更半夜的去找魏征呢？爹这么晚还去找魏征？是啊，如果爹要是听娘的话，何必这么晚去找魏征商量呢？我想爹一定是没有拿定主意。大哥，要是你当了太子，那就太好了。要是我当了太子，有朝一日继位成功，元吉，我就把江南赐给你啊！这可是军无戏言呐。是啊，
我可会对天发誓的。大哥，我不过你要帮大哥做一件事。大哥你说吧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我都干。明儿你给我向市民传个话。传话？你就说，先生为何一言不发呀？臣在找一篇文章啊。什么文章？扶苏的故事。扶苏？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，本来呢是立扶苏为太子，但秦始皇听信谗言，把扶苏贬到边疆去了。始皇一死，胡亥就篡夺了帝位。结果秦朝到了胡亥的手上，就灭亡了。哦，皇上也知道这个故事啊？哼，你少跟我装蒜，这是《史记》里边《始皇本纪》，先生会不知道吗？先生不是教过市民读过《史记》吗？读过，不算读过，读懂了才算读过。秦朝的故事太遥远了。那咱们就说一个近的吧。隋朝本来是立太子长子杨勇为太子的，可是文帝因为听信谗言，把太子给废了，立次子杨广为太子。结果呢？结果隋朝到了杨广的手上，也灭亡了。秦隋二朝是历来最短命的王朝，其原因何在？请皇上三思啊！先生的意思是要朕立嫡长子？先生不是市民的先生吗？你怎么不帮他呢？凭感情，谁不喜欢秦王李世民啊？微臣比谁都希望李世民做太子。那先生又为何跟我说秦隋的故事呢？因为为了大唐的千秋万世，必须要立嫡长子。千秋万世，千年都行孔孟之道，我华夏千古祖训不可推翻，否则的话，朝纲就会大乱了。可是以世民的能力，他将来可是个明君呐。请皇上放心，其实建成的才干不下于世民呢。可是建成的心胸不如世民宽广啊。其实正因为建成的心胸不如世民来的宽广大度，更需要立他为太子。什么？建成心胸狭窄，如果世民立为太子，他势必怀恨在心，不服这个弟弟，暗中搞些什么事情出来，世民这个太子就坐不安稳，朝廷就永无安宁之日。相反，如果建成做了太子，那么立嫡长子为太子，此乃天经地义，世民不会计较，建成这个太子就会做得安稳，朝廷就会安宁了。而且以世民的心胸，他不会跟他哥哥计较，他连若曦公主都会让给他哥哥呀。皇上圣明。史记的确发人深省啊。老魏啊，你真行啊！你竟然去劝皇上立李建成当太子。大局为重嘛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李建成一旦当了太子，你这个太子洗马可就要辅佐他了。我想过了，我早想过了，一宿没睡啊，头发都白了好几根了。老魏啊，我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帮李世民啊。那看来我们要分道扬镳了。这可不是分道扬镳的问题，这是你死我活的问题。我想过了，这样的结果也是无法避免的嘛。老魏，你以为李世民不追究就算了？
身边的人会善罢甘休吗？谁不希望自己的主子当皇帝？到时候他们身边的人就会形成两股力量，互不相让。到时候，你我就是敌人了。到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你要三思而后行。你我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，学的本事都是一样的。你会的招我都会，到时候我们交起手来啊，那可热闹了啊！老魏啊，你会的本事我都会，可我的本事你不会。你别吹牛了，你有什么本事我不会的？你有我脸皮厚吗？没有。你有我心肠狠吗？没有。对了，所以你就一定会输给我。看来我们两个是真的成为仇人了。行了，老魏，别犯愁了。只要你我二人去帮李世民，李世民就一定能当上太子。到时候左右丞相不都是你我来当吗？老刘啊，看来师傅教你的东西你都忘了。师傅那东西已经是老古董了，什么孔孟之道，老掉牙早该扔了。哎，你丢了孔孟之道啊，一定会输给我的。好啊，骑驴看唱本，他们走着瞧。魏老征，谁那么大胆？哼，还有谁啊？咱们姑奶奶回来了。哦，魏老征。哎，不是一直叫魏先生，怎么今天叫我魏老征了？上哪去了？是不是你告诉皇上不要我表哥李世民当太子啊？哟，你消息挺快的嘛。谁告诉你的？到底有没有？有，就是他出卖了李世民，要皇上立李建成当太子。老刘，少说两句，别火上加油了。不需要加油，我现在已经火冒三丈了。胭脂啊，你可真的要好好管管你家魏征了。你闭嘴啊！你才给我闭嘴！给我过来！我，胭脂啊，打他屁股啊！刘先生，我可找到你了。霍天启，我可以把你推荐给秦王，你一样可以当将军啊。我背后站的这些人不会答应的。你背后没人啊？你当然看不见，我背后站的全是鬼魂。鬼魂？夏王的鬼魂，10万个鬼魂。哎，世民，说不说？说不说你？哎呦喂！你快说！说不说？胭脂，这可不行啊！你快说啊！说李世民当太子，那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啊？你快说！哎呀，救命！胭脂，别胡来了！胭脂，魔头来了！魔头啊！哎呀，魔头真的来了！太好了，魏征也在此地。今天，李渊的2个狗头军师，我一块杀了，祭奠夏王。魔头，胭脂，快跑！哎呀，别怕，有我在。你是什么人？我说出来吓死你呀！我是魏征他媳妇儿。哎，媳妇儿？你怎么打魏征？媳妇儿打相公，感情才会通嘛。你管得了那么多啊？魏征的媳妇儿，今天一样要死！霍将军，我有钱，我要纸钱，你有吗？祭奠鬼魂的纸钱。哎呀，我说老刘啊，你这上哪儿找了这么一位啊？是啊，肯定是你欠人家钱，人家上门讨债的。我欠他钱？那可不，刚刚就听到我给你钱，真没出息。哎呀，魏征啊，屋里有膏药，我帮你贴啊。好，那膏药也给我贴吧。自己花钱买。好好反省反省吧。你为什么要救那2个狗头军师？我真是想不明白。想不通你就慢慢想，等想明白了再说。我一剑下去，刘文静的狗命就没了，
剩下那个魏征也躲不掉了，可你却偏偏挡住了我。杀那2个人，你就等于去报仇了吗？下一个是李世民、李建成，再来就是李渊。你杀了刘文静和魏征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李世民他们一定早有准备，你再想下手就难了。就算我现在不杀他，反正也打草惊蛇，你救了他们也没有用。谁说没用呢？现在我是刘文静和魏征的救命恩人，他们俩谁都不会怀疑我是窦建德的女儿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要利用他们接近李世民。红线，打蛇打7寸，致命的一击就要打中要害。可是这样做太危险了，你越接近李世民，危险就越大。怕就不要跟着我。霍天行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吗？我只想说，危险的事由我来做。我爹的仇，我一定要亲手报。我答应过你爹，要照顾你一辈子的。霍天行，我们俩现在还不是夫妻。红线，咱们在小船上，当着大王的面拜过天地。不错，我们是拜过天地，只不过我的誓言还没有实现。誓言？什么誓言？为爹报仇的誓言。在拜天地的时候，我就暗暗发过誓，不杀李世民，我绝不完婚。红线，我希望这个誓言也能成为你的誓言。我向大王亡灵发誓，一天不杀李世民，我一天不与红线完婚。天行，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天行，从今以后我们要少见面，有事我会来找你的。红线，阿妹啊，这魏征的话才是百年安定的基础啊！我就不信，立世民做太子，这天下就不安定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一篇，你看看这一篇，这篇是什么？《史记·刘侯世家》。看这个干什么？这可是魏征让朕给皇后看的。我眼睛不好。哎，没关系，我说给你听啊。哎，这篇说到啊，就是秦末汉初，有4位80岁以上的老人啊，人称是商山4号，都是非常有学问、非常有学问的能人呐。刘邦啊，多次请他们出来做官，都被他们拒绝了。后来刘邦登基以后呢，就立长子刘盈为太子，封次子如意为赵王。这个刘邦啊，非常宠爱赵王，他就想废了太子而立次子。刘盈的母后吕后知道以后呢，是又着急又没有办法。幸亏大宰相张良为吕后出了一个主意啊，他就聘请商山4号来辅佐太子，这样才打消了刘邦立次子为太子的念头。刘盈呢，后来继位为帝。你啰里吧嗦的什么呀？我一句也听不懂。啊，没听懂啊？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这个立嫡长子这个的好处啊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个汉代因为立了嫡长子，他就延续了200年。没立嫡长子的秦朝、隋朝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哼，都是短命啊。什么史记呀？我最了解自己的儿子。你不信世民，偏偏信这老掉牙的东西。哎，世民的好都在我的心里头呢。可是建成也不差呀，安邦定国，文韬武略，他也是很有魄力的呀。哎，
你这可是第一次跟我顶嘴啊！啊，是吗？那过去啊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，我都让给你了。可现在呢，这是有关江山社稷的大事情，我当然得解释再解释啦。嗯，好，还真有点做皇帝的样子啊！咱们说正经的啊。你看啊，如果世民当了太子呢，建成一定不会辅佐他；如果建成做了太子，世民定会真诚的辅佐他，他们兄弟之间会团结一心。可这么一来，对世民可就太不公平了。可事到如今啊，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哎呀，阿妹呀，你到底是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我还是不同意。阿妹呀，这立嫡长子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啊。那我们就让祖宗来决定谁当太子。啊？我们到太庙去，让建成和世民当着列祖列宗的面抽签。什么？抽签？抽中建成，我没意见；抽中世民呢，你也不能有意见，因为啊，这是祖宗的选择。哎呀，难道真的要用抽签来定太子吗？这是最公平的办法了。这么一来呢，世民跟建成也怪不到我们头上，那大臣们呢，也找不到任何口实。好，抽签。殿下，奴才一夜求神，保佑您抽中太子呀！不用，太子一定是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李世民，他不会来求签。真的？嘿呀！二哥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给你送封信。送信差下人送来就好了嘛，你怎么亲自送来了？这封信啊，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怎么那么神神秘秘的？看了以后就知道了。你怎么会有宇文成都的藏身地址？这宇文成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，我一直派人在找他。也算是老天有眼，让我终于找到这个恶贼。咱们总算可以替若曦公主报仇了。若曦公主以人头招亲，她说了，谁砍下宇文成都的人头，她就嫁给谁。二哥，你要赶紧去啊！元吉，你跟若曦公主的感情谁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头谁都不能砍，我也没资格，只有你才最有资格。谢了，元吉。快去吧。宇文成都这家伙诡计多端，狡猾得很，他经常挪地方。你要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。我一定会拿到他的人头。好。二公子，我正要找你。刘先生，我现在没空，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吧。等你回来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弘农郡。弘农郡。马上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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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公子，吁！二公子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刘先生，宇文成都在弘农郡，我得去行凶啊！二公子，你就知道讨好若曦公主，太子之位对你不重要吗？什么太子之位？没人告诉你吗？皇上今天要在太庙祭祖。祭祖？不错，祭祖大典上要你和建成抽签，谁抽到，谁就是太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二公子，
这个祭祖大典就是决定你命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出席，赶快与我回府，正衣改冠。祭祖大典不能马虎啊，要给皇上和文武百官留个好的。刘先生，我若不快点去红龙郡的话，宇文成都他就溜了。宇文成都对你有什么用？我答应过若曦。若曦，一个女人能够把你迷成这样吗？魏征是怎么教你的？若曦她以人头招亲，如果宇文成都的人头被人家砍下来了，我就永远失去他了。一个女人会比太子之位还要重要吗？若曦她虽然是个弱女子，在我的眼里，她重过一座江山。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刘先生，我是一个男人，所以一个男人才懂得去爱一个女人。男人的眼睛里没有女人，在我眼里，若曦就是整个世界。李世民，你太没有出息了。对，我没出息，我大哥有出息，那就让他一个人去抽签吧。他还用抽吗？你不出席祭祖大典，就是对列祖列宗最大的不敬。你要是不去，就没有资格选太子，那太子之位就是李建成的。那这样做好吗？我大哥要江山，我要若曦，皆大欢喜。好，我走了。你驾！启禀皇上娘娘，二公子尚未回来，大典可否推迟举行？祭祖大典如此怠慢，不能当。李世民太不像话了，赶快派人去把他找回来，让他当着祖宗的面谢罪。是。无忌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是。马上去找二公子，无论如何都得找到他的人，就是他病在床上，找人抬，也要把他抬到这儿来。快去！是。二哥早被我送到黑风林去了，让他慢慢找宇文成都吧。这祭祀大典，他就别想参加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刘先生，你怎么才来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皇上，二公子跑了。哦，他跑到哪儿去了？二公子到红龙郡去找宇文成都了。哎呀，找人干嘛？这个孩子跑那么远，这下麻烦了。他找不到宇文成都，是绝对不会跑回来的。天意呀，这是天意呀！皇上娘娘，可否先举行祭祖？这太子抽签的仪式，等二公子回来再举行。对呀，皇上，这个是两全其美之策呀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样了。微臣以为万万不可。魏征，你说什么？祭祖大典是由钦天监选定吉月吉日吉时，这样的日子是不可以改动的。不可更改的是祭祖日期，跟太子抽签是两码事。刘先生言之有理，祭祖大典照样可以进行。皇后娘娘，此言差矣。放肆！魏征，你敢对皇后娘娘无礼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太庙。李家的列祖列宗都在这里放着呢。今天他们就是要看一下大唐的第一个太子是如何产生的。就算是皇后娘娘，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，说今儿个不行，以后再来。魏征，太子抽签必须是两个人，一个人抽什么签？皇后明鉴，这抽签乃是祖宗要选太子。一定要等到抽签的人都到齐了，祖宗才好选择。祖宗已经选了，签还没抽，何来选择？李世民今天没有参加抽签仪式，就说明他已经主动弃权了。所以这太子之位，当然是李建成的。哎，这李世民是为了追捕大唐的敌人，他是为国尽忠，这才耽误了时间，足见他的大公无私啊。长孙大人说得好，
李世民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私事而为祭祖，就凭这一条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一个公平的机会。大唐的敌人是谁呀？是宇文成都。宇文家族早已经被窦建德给消灭了，烟消云散，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唐的敌人。大唐的敌人是江陵的萧显、豫章的林世宏、江淮的杜伏威、山东的刘黑闼和朔方的梁实都。魏先生言之有理啊！这些强敌拥兵100万，包围大唐，这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李世民如果真的想为国杀敌，他就应该对付这些人。区一个宇文成都，值得他放弃祭祖大典去逮捕他吗？皇上，宇文成都乃朝廷通缉要犯，而二公子去追捕他，就是为国捐忠。为国？李世民是为了一个女人。魏征，你说话得有分寸。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了祭祖大典，请问娘娘，是女人大，还是祖宗大呀？你敢质问哀家？一个人为了女人而不顾祖先，试问这样的人，合不合适当太子啊？父皇，还是给世民一个机会吧。大哥，世民为了爱情，为了若曦公主，不惜牺牲太子之位，至情至性，令人佩服。建成，我想等世民回来一同抽签，以示公平。啊，大哥，建成，大公子分明是惺惺作态，这一招一定是魏征教他的，可他这一招已经赢了。魏先生，大公子他都愿意延后抽签，你怎么说？一个是为了女人而不顾祖先，一个是为了手足之情而顾全大局。这两种人，哪一种更合适当太子，已经是昭然若揭了。还用得着抽什么签吗？众位爱卿有何高见啊？皇上，自古太子都是立嫡长子，千古定律，请皇上立李建成。皇上，李建成忠孝仁义，才德兼备，立为太子乃大唐之幸。皇上，今天是祭祖立太子的大典，而只有李建成一个人在，可见这正是天意，也是列祖列宗的意思啊！请皇上顺从天意。皇上，这是天意，也是民心，顺天应人，永保万年呐！你看该怎么办呢？皇上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朕意已决。姐，姐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好像看见世民了。他也不知道我们跑到这儿来，你怎么可能会看到他呢？如果你这么想念他，不如我们回长安吧。回长安，你就可以见到他了。不，在没有找到宇文成都之前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姐，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，一点宇文成都的消息也没有。也许他已经死了呢。死了我也要见尸。姐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皇上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的。现在你该是为自己考虑了。为自己？你这么喜欢李世民，我想你应该去找他。况且这些日子来已经没有驸马的问题了，你们两个应该在一块儿了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和世民在一起，你怎么办？姐，你不用为我操心的。我知道，你对世民他一片痴情，可是他对你……这些日子以来，李世民对我冷若冰霜。我想了很久，前想后想，我想这个时候，
他应该找个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了。你这才是真正的爱。强扭的瓜不甜呐，我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龙儿，其实你活得比我累，爱得比我苦。这辈子只要能够待在李世民身边，就算他不正眼看我一眼，不吃我煮的东西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龙儿，放心吧，以后怎么做，我已经心里有数了。姐，你回长安吧，李世民在等你。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姐，我求求你回去吧。这样吧，你帮我进去求一支签，如果是上签，我就回去。签应该你自己求才是啊。我怕我会抽到一支下签。好吧，我帮你求，帮我拿着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李渊今日为大唐王朝立太子。册命李建成为太子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册命李世民为秦王。册命李元吉为齐王。追封前隋杨广为杨皇帝，钦此。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对不起啊，我会还给你的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我想找一支上上签。哎呀，上上签哪有这样找的？哎，上上签，天涯当归，就这支了。大叔，借一下，很快还给你。哎，这是要买的呀。姐，姐。这匾终于挂到你家了。今日看这匾，写得特别漂亮。大哥，你可记住你的承诺，有一天你登了基，这江南可是我的。君无戏言，多谢皇上金口。姐，姐。这位大哥，麻烦你告诉你们家大人，我有公主的消息。公主？哎，里面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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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哎，多谢多谢多谢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这位大人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是漂亮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哎呦，你来了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跟你说啊，那边呢有一个很大的荷花池，里面有许多荷花，都是我亲手种的。那边还有这个楼宇也不错。哎，还有这个花。娘娘，你的表哥也来道贺了。表哥？我哪来的表哥啊？哎，他说他是从成都回来的。
各位夫人，你们慢慢观赏啊，我还招呼几位王爷，一会儿就过来，怠慢了啊。忙吧。他现在哪儿？回娘娘的话就在花厅。这件事情不准你宣扬出去，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。奴婢不敢。在聊什么呢？哎，魏夫人。啊，姑娘是你啊？对呀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！昨天还真谢谢你救了我们呢，要不是你呀，我们3个早就没命了呢。我也是刚巧路过碰上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。你真是好人呐，人好心地又好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得请你吃顿饭。那不好意思啊。那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快进来，来。我答应了我爹不要报仇，窦家已经垮了，这仇是不用报了。但是这公主我一定要得到。这个女人，她有这么重要吗？她是我唯一的使命。你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赔上自己的小命呢？哼，得到她，我死而无怨。那你知道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抢若曦公主吗？我知道。战场上我输了一回，情场上我一定要胜。别异想天开了，你知不知道公主和龙儿到京城就是为了找你报仇的？哼，这事我知道，就是不知道他们人现在在哪儿。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他们都在找，而且长孙无忌也在派人找他们。你一定要帮我查出来，他现在人在哪儿？这怎么查呀？如果你要是帮我查出公主的下落，我就再也不会找你来了。没办法替你报仇，我找不到宇文成都，我现在只想跟您在一起。世民真的找我了。哎呀，胭脂啊，有什么吃的吗？啊？没有。没有？哎，我今天在太庙站了一天啊，饿得腿肚子都抽筋了。腿肚子抽筋儿？我看你是脑袋瓜抽筋了吧？哎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二公子不在，居然叫皇上立大公子为太子，你怎么洗的马？你这就不懂了，我这是在帮李世民呢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根本就是在害表哥。
太子是什么？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，对吗？我当然懂了，太子当然就是未来的皇帝啊。你想想，要是表哥能够当上皇帝，那我也可能就是未来的公主了。你算什么公主啊？啊，人家平时给你表哥表妹的称呼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公主了？捞个表公主呗。这下你倒好了，现在就把李世民给压下去了。那你们固然现在是不理解我的，但是你们总有一天会发现，不当太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你的话我以后都不信了。哎，信不信由你，日后李世民一定会因为这件事而感激我的。吃点心了。啊，今天又吃包子。怎么是你啊？对啊，是我有心把我们大恩人给领回来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哎呀，那天真的是一阵忙乱呐。啊，本来想报答姑娘的，可是呢，在找姑娘的时候啊，却不见芳踪了。哎呀，天意啊，真是天意让我有机会报答你啊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没有什么可报答的。魏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开玩笑，这个人情啊，当然要报啦。要多少钱告诉他，洗一辈子马你都得付人家。红线倒是有个要求啊。红线从小习武，书读的甚少。今天有幸认识了魏先生，不敢说拜师，只要能帮先生磨磨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这个……哎，就这么点小事，我替先生答应了。太好了。好。这是袁吉给我的消息，宇文成都就在黑风林。啊，他在这儿。放心吧，我巴不得他早点出现，我好手刃这个奸贼。你为父皇报仇，父皇在天之灵会感激你的。说心里话，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父皇，不是为了我父皇，那是为什么？是为我们。是你。我不能让我最心爱的女人落在别人的手中。我好几次做梦，都梦到你砍下了宇文成都的头。若曦，你放心吧，我不砍下他的人头，我李世民誓不为人。父皇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的。龙儿呢？你们走散了吗？没有，不是走散，是我不想连累他。反正找不到我，他会回京城去。你为什么一个人到黑风岭来，不让他陪你？别总是问我，我倒是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对龙儿那么无情？因为我对他无情，就是对他有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龙儿对我好，我会不知道吗？我又不是铁石心肠，可我的心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我希望她早点对我死心，好早点找个好人家。所以你故意对她冷漠无情，可是你知道你这样有多伤她的心吗？我不得不伤她的心，一时的伤心总好过一世的痛苦吧。也许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对。若曦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现在你是皇子，她是大臣的妹妹，你们俩是门当户对。而我呢，一个亡国的公主，一个丧父的宫女，一个无家可归的亡魂。若曦，就算你失去了一切，你还有我。可是我怕我会连累你。不许你再说这种话。大唐的江山是你打下来的，现在你爹一定在分封中亡。可是你却为了我跑到深山野林里来。不瞒你说，我离家的时候，我爹正要我和我大哥去抽签决定谁当太子。那你怎么跑了？我不想跟我大哥争什么太子。你连太子都不想当？只要我拿出宇文成都的人头，我就拥有你了，而你就是无价之宝。
这不是什么太子能够比得了的。你真傻。不，我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。今天当太子，明天就要当皇帝了。天下大事都归他管，一天到晚看不完的奏折，活得多累啊！傻瓜才当皇帝呢。你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大唐江山已经打下来了，我为李家也算尽力了。现在等我拿下了宇文成都的人头，我这一生就了无牵挂了。那到那时候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跟我心爱的女人去浪迹天涯。这个女人愿意跟着你一辈子。我们可以学学陶渊明，种几棵柳树，或学陶朱公，去做个方舟，在山水间游荡。你要做陶朱公，那我就做西施。我们呢，也可以大隐隐于市，去卖糖葫芦。卖糖葫芦，好甜的糖葫芦。来，这第一杯敬我们的女侠。我不会喝酒，两位大人慢慢喝吧，我帮你喝。这第二杯是绝交酒。以后你就是秦王府的人了，你就是太子府的人了。这太子跟秦王本是两兄弟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们两个就这么绝交，有病啊！秦朝隋朝的历史又要重演了。哎呀，在命运面前，你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。你们就这么绝交了？不会吧？这第三杯是赎罪酒，今后你我各为其主，我一点都不会客气。别客气，到时候我的脸皮会比你更厚，我的心会比你更狠，我的手段会比你更毒，你要小心哦。痛快，有你这样的对手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老魏啊，哪一天你要是投降了，我会给你一条生路的。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现在你们连秦王都找不到。哼，你错了。红龙郡的地方官刚刚快马来报，李世民已经进入了黑风林，皇帝已经派人去接秦王。等秦王回京之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告辞了。院长，再给我一杯酒。哦。酒喝光了。喝光了。今夜又是一个不好过的漫漫长夜呀。我已经查到了，公主在红龙郡。你没骗我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这是长孙龙儿的求救信，还有些吃的和一些银两，赶快去吧。如果敢骗我，小心你的小命！太子，太子，我见到宇文成都了。宇文成都？他在哪儿？我准备去布庄，一出门就看到他在问路，不过还好没有被他发现。这家伙真够狡猾的，居然敢躲在京城里。哎，你知道他要去哪儿吗？红龙郡。红龙郡？哎，大哥！宇文成都功夫了得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剩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？可是人家太子都不怕，我怎么能当孬种呢？太子急着杀宇文成都的人头，那是为了若曦公主。你又没什么奔头，何必去凑这个热闹？
你说的对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干嘛跟踪我？你去哪里，我就到哪里。我不是说过我们以后要少见面的吗？所以我没有跟你见面，我只想保护你。我不需要你保护。是大王命令我一生都要保护你的。你到底去哪里？黑风林，李世民在那里。我去过黑风林，跟我来。驾！驾！驾！德西，世民，李世民，你还是输给我了。对，要学会怜香惜玉，要不然这脑袋一掉下来，多可惜呀！宇文成都，你想干嘛？世民，你别理他，你快跑啊！李世民这么疼爱公主，不会丢下公主不管的。李世民，跪下！如果你想让公主的脸被划花的话，那你就站着。世民，宇文成都，你有种的话就放走公主，跟我好好的打一场。哼，公主是我的，谁都抢不走。你这个没种的家伙！世民，跪下，跪下！世民，宇文成都，你有种的话就把公主放走，我们两个决一死战。公主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得到她。你这个没种的家伙！给我跪好！说，公主是宇文成都的。宇文化及，怎么会有你这种儿子？世民。跪好！不跪好我就砍了公主的胳膊！说，公主是宇文成都的。世民，你快跑吧！你别理这个疯子。说，公主是我的。好，我说，公主是我的。世民，呀！游戏快走！
快走啊！将士们听着，仔细搜捕，别让宇文成都跑了。是。走。公主，这里有血。我们走。李世民，李世民，你给我出来！这，跟我来，这，他还有气。公主，动手吧。你要干嘛？杀了李世民，为大王报仇。我要留着李世民一条命。你忘了谁杀了大王了吗？我没忘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忘。现在杀了李世民，就报了血仇。还有李建成呢？我杀。李渊呢？再杀。杀了他们，大唐江山就会垮掉吗？留着李世民，大唐江山就会垮掉。公主，你胡说的吧？你忘了人头招亲的事情吗？人头招亲？这，跟我来，走，走。驾！
哎，姑娘，看到过这个人吗？这不是宇文成都吗？嗯，你认识他？官府正悬赏缉拿他，有谁会不知道呢？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就在这里啊！怎么哪儿？就在那儿。是这里。北太子是宇文成都的人头。姑娘，你这是送给太子做礼物的。若曦，我把宇文成都给杀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把他的人头砍下来了。什么？哦，我没砍他的人头啊。你没砍？那这怎么回事啊？他的人头呢？人头在这里。大哥。大哥，你说的是谁的人头啊？宇文成都的人头，是我砍下的。